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美国空军为 AC-130J 装备新型105毫米火炮，年迈的空中炮艇何时才能退休？美国媒体列出俄乌战争中的无用武器，坦克、战壕、有人驾驶战机皆在其中。莱昂纳多新型武装直升机首飞，意大利陆军计划采购48架。精彩节目即将开始。2022年8月24日，在美国空军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坎农空军基地中，配备了新型105毫米榴弹炮的 AC-130J 幽灵骑士武装炮艇机首次亮相。在此之前，美军在 AC-130J 上装备的是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老式 M102 型105毫米榴弹炮，其火力惊人，被称为地面部队的噩梦，并成为 AC-130 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电影《变形金刚》中，美军就曾经出动 AC-130J 炮艇机，使用 M102 型105毫米榴弹炮，将窜出来的敌方变形金刚打得抱头鼠窜，显示了这种空中霸王战机的威力。目前美国空军中最强大的炮艇机是这款 AC-130J 幽灵骑士，是 C-130J 中型战术运输机的特种改造型。具体而言，是由上一代 MC-130 炮艇机改进而来。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为其开发并安装了模块化精准打击套件，该套件的主要武器包括一门30毫米 ATK GAU-23A 自动侧向发射机炮和一门105毫米 M102 榴弹炮，还在机翼安装了精准制导弹药，包括 GPS 制导的 GBU-39 小直径炸弹和 AGM-114 地狱火导弹。如此丰富的武器配置，不仅使 AC-130J 炮艇机成为 AC-130 系列中火力最强的一款，而且还具备了更精准的打击能力。而此次被替代的 M102 型105毫米榴弹炮，则是于1964年首次作为一款牵引式榴弹炮，在美国陆军炮兵部队中服役。目前该款榴弹炮已经全部从美国陆军中退役。到了2004年，美国空军炮艇机成为了整个美军中唯一还在使用 M102 榴弹炮的作战平台，因此这些武器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护。美国空军一直都希望能研制出一种更具打击能力的新型105毫米榴弹炮予以代替。通过此次公布的消息，新款榴弹炮中采用了明显不同的后坐力缓冲机构，老款 M102 为单个气缸结构，新款则是2个并排放置的炮身顶部的双气缸结构。美国空军表示，该款新型火炮是升级而非全新研制，在使用全新后坐力缓冲机构的同时，确保武器的功能、准确性和可用性保持不变。同时，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新款火炮的身管更长，因此可能具有更加远的射击距离。有分析认为，其可以精准打击较小的目标，包括坦克、装甲车辆、掩体等。从天而降的105毫米炮弹能够让这些地面目标开瓢，可以说是地面部队的噩梦。值得注意的是，新型105毫米榴弹炮并非 AC-130J 计划配备的唯一新武器。2021年，美国空军就为其安装了第一套固态激光定向能武器系统。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在今年5月表示，激光系统仍在地面测试中，实际的飞行测试预计将于明年开始。这使得 AC-130J 将成为第一种使用激光武器的炮艇舰。看来美国空军是铁了心让带有传奇色彩的空中炮艇继续服役。美国媒体列出俄乌战争中的无用武器，坦克、战壕、有人驾驶战机皆在其中。最近美国大众机械刊文盘点俄乌冲突中一些已经近乎无用的武器。该杂志认为，在现代化战争中，这些武器已经过时了，并且在战场上基本已经难有作为了。如果没有大幅度的改进或者技术革新，就应该被淘汰掉了。在被点到名的武器中，战壕、榴弹炮、前线有人驾驶战机和坦克赫然在列，首当其冲的就是战壕。100多年来，挖堑壕一直都是保护步兵免受轻武器或者火炮攻击的手段。在地面上挖出又长又深的壕沟，最长可以延伸数十公里。战壕一般都是在开阔地区挖掘的，因为这些地区往往没有其他掩体为地面部队提供掩护。乌克兰东线有数百公里长的战壕，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在交战记录的地区开挖战壕。然而，武装无人机的出现，使得交战双方可以直接向战壕投掷爆炸物，这使得战壕的防御能力大幅下降。但由于战壕的成本低，基本不需要任何新的建筑材料，只要在地上开挖就行了。
所以在战场上的指挥官都会有强烈的动机来挖掘，而目前也的确还不知道什么同样低成本的东西可以取代战壕来作为地面部队的掩体。其次就是牵引式榴弹炮，一个由4到6门牵引式榴弹炮组成的火炮连，必须要被拖到适当的位置，然后从运输工具上卸下来，再将其放置排列好。如此一来，才可以将所有的火力集中在预定目标上。根据俄乌战争中的资料显示，牵引式榴弹炮放置的时间最长可以达到8分钟。在作战的时候，牵引式榴弹炮必须迅速射击，然后移动到一个新的位置，以此来规避敌方的还击。尤其是反炮兵雷达，一直都是炮兵的天敌。现代化反炮兵雷达、加密通信手段和精准制导弹药的大规模应用，意味着榴弹炮一旦朝敌方开火，敌方很可能瞬间就能锁定榴弹炮的位置，数秒内敌人的反击炮弹就会飞向牵引式榴弹炮射击的位置。这么短的时间，榴弹炮根本就来不及转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乌战争很有可能就意味着牵引式榴弹炮的终结，其地位很可能将会完全被自行榴弹炮所取代。比如法国的凯撒和德国的 PZ2000， 自行榴弹炮可以在发射后数秒内就能达到下一个射击位置。紧随其后的则是前线有人驾驶战机。空军战机的中近距离空中支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军事任务。执行这种任务的飞行器包括有固定翼飞机和武装直升机，例如美国就拥有 AC-130J 空中炮艇、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A-10 雷电式攻击机等多种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只要敌方没有先进的地对空武器，这些飞机都可以对地面上的敌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但在俄乌战争中暴露了一个危险的事实，在现代战争中，面对装备精良的对手，有人驾驶战机已经无法在靠近前线的地方作战。俄乌双方的防空系统都对对方的战机和无人机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飞行器仍然可以在战场附近执行有效的任务，但必须改变操作方式，最好是只派遣无人机进入前线，这样可以消除人员伤亡。最后则是坦克了。关于现代战争坦克是否无用论，火力军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讨论了很多，这里就不做重复了。至于这样的排名是否合理，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观点，这里火力军就不做评判了。雷昂纳多新型武装直升机首飞，意大利陆军计划采购48架。近日，意大利国防巨头雷昂纳多集团宣布，新一代 AW-249 武装直升机已于8月12日在阿古斯特工厂完成首飞，而第二架原型机也处于组装最后阶段，预计9月份将完工。该款武装直升机外形犹如现役 AW-129 猫鼬武装直升机的放大型，最大起飞重量从 AW-129 的 4.1 吨一跃达到 7.5 至8吨级，被媒体称为超级猫鼬，也基本摸到了重型武装直升机的边，超过了德法联合研制的6吨级虎式武装直升机，与南非的什查隼武装直升机同级。AW-249 相比 AW-129 最大起飞重量翻了1倍，武器载荷增加了1吨多，还能够安装更加厚重的装甲，特别是在驾驶舱两侧有明显的鼓包装甲结构，形成保护飞行员发动机和主旋翼的装甲浴缸，能够更好的抵御来自下方的火力侵袭。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认为现代战争中还有哪些武器已经无用？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